有缘人，今天爷爷给你们讲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事迹，希望会为那些浮躁忙碌的现代人带来一股清凉悠哉的风，让时光倒流到2500多年前的古印度。在一座名为茄耶山的苦行林中，一位青年坐在一棵大树下，正在冥思着什么。他就是年轻的释迦牟尼，他此刻正在苦苦地探索宇宙人生的真理。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，本是位于古印度东北部的一个小小邦国。迦毗罗卫的太子悉达多太子从懂事时起就常常思考人生，思考世界。当他有一天发现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和烦恼的时候，便发誓要为全人类找到一条解脱的大道。为此，年轻的太子抛弃了自己的王国、妻儿以及一切荣华富贵，毅然出家修道去了。6年过去了，就在那片苦行林中，悉达多太子终于证悟了真理，从此自称为佛，意为觉者，也称释迦牟尼，意为释迦族的圣人。随后，释迦牟尼只身赶到鹿野苑，向曾经侍奉过自己的5名侍卫宣讲了自己的感悟，并度化了他们，收其为弟子。这件事在佛教史上被称为鹿野苑初转法轮，这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它标志着佛教的正式成立。从此，释迦牟尼就带领着这5个人踏上了布教的旅途，开始伟大而辉煌的事业。他的目标是消灭一切烦恼，拯救众生脱离苦海。释迦牟尼用一生实践着他的诺言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释迦牟尼的足迹踏遍了恒河两岸，上至国王，下至奴隶，千千万万的人从他的教法里获得了解脱。比如在度化奴隶优波离时，佛陀主张微木能生火，卑贱生贤达的众生平等精神。这种精神在几千年前那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，不是具有巨大的进步性和革命性。这不仅体现了佛陀所具有的革命家的魄力，同时也体现了他那颗仁慈的温暖，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心。45年过去后，在释迦牟尼80岁那年，他涅槃于居士那罗城的梭罗树林里。涅槃之前，佛陀预言他的教法将于不久之后红传北方，未来还会流行于西方。2500多年过去了，释迦牟尼的预言应验了，以佛教为载体的佛陀精神还会流转下去，继续教诲世人，给世人以人生的启示。在早期佛教典籍中，并没有关于释迦牟尼生平的完整记录，其事迹主要散现于佛教各宗派的经律中，而且往往与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。但经过整理，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释迦牟尼一生的主要事迹。这佛陀佛法系列是以释迦牟尼一生的事迹为主体，追寻他的一生，温习他的学说，透过聆听感知佛陀智慧、慈悲和胸怀。这频道将制作一系列讲述佛法故事，还有讲述释迦牟尼佛前在转世轮回中发生的一些因缘和故事，其中很多道理对现代人也会很有启发。除此之外，这佛法系列还对佛教的一些基本理论、佛教的修行实践、佛教典籍、佛教的发展历史等方面做了阐述，让你更简单的全面了解佛教知识。爷爷也会解释迦牟尼的思想，这会对很多想理解佛法的人很有帮助。请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能接触到佛法。